数位隔离之术，小红书。我们今天来讨论小红书。好，那小红书被政府封锁了嘛，所以大家都在讨论如何可以正常的再看到小红书。然后小红书它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以我们现在的生活情境例子来讲，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会跑去用小红书？好，那以我家的例子就是我太太出门去玩，在世界的景点里面哦，不管去哪个景点，她可能都会去查小红书上面是怎么说、怎么写的、怎么做的，好来当做我们的旅游的参考哦，所以它很像是一本书。好，那上面中华民国政府说，台湾政府说，这个里面有诈骗嘛，好，所以这个要把它封了。好，那为什么封？我们就单纯就这个技术上面来讨论这个治安这个方法跟策略。好，那本集我们会有3个议题，我们会从现象到策略。DNS 封锁之谜，第二个是iPhone 真的有那么安全吗？第3，终极解法，数位隔离之术。好，那我们就会围绕在这个3个主题里面去探讨小红书，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使用它，以及现在如果你真的要用，应该要怎么用会比较好。这里是一个讲治安的频道，治安简报室，我是主持人 Eric。我们在 YouTube、Spotify、Apple Podcast 上都有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们订阅、按赞、分享。如果你是在 Podcast 平台上面看到，记得给我们5星好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好，那我们为了看这个内容呢，就现在就很多人在教说要如何翻墙，好，所以像我太太也在问我说，那到底会不会被封锁啊？那我在我家是不会啦，但是如果你走到 ISP 里面，可能就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烦恼。那它目前我们先说结论，结论是目前它没有封掉 App 这一端，它只封了网页，所以如果你用网页去查询的话，那就是被封锁，所以这个是。说白话文啊，比较像象征性的意义大于实质性的意义，因为 App 它其实是还可以运作的。台湾政府它也没有那么狠心啊，我觉得是就象征性意义把你封锁一下，哦，它没有真的把那个 App 的那个通道也把它封锁掉。那真的要把那个 App 的通道封锁掉也是可行的。我们先来探讨 DNS RPZ 这个机制哈，这个机制其实就是平常我们的手机上网去5G 的网路，然后如果去查小红书 .com， 那它真正的位置是一个 IP 位置嘛，它小红书这个网域名称，好，那我们专业人士叫 FQDN， 这个 FQDN 它是对应的一组 IP， 这个 IP 就是实际在服务的，不管它的接入节点是在Public Cloud 或者是 CDN， 它的接入节点就是真的要服务的那个 IP。好，那通常我们怎么取得这个 IP 呢？所以手机上网就会去查这个 IP 的位置，通常就由 ISP 的 DNS 服务来服务。例如举例，中华电信的5G，远传的5G， 台湾大哥大的5G 都是 ISP 的 DNS。好，那在网络上就有教学说，我们要去改 DNS， 改到 Google 的 DNS 或改到 Cloudflare 的 DNS。Google 的 DNS 就是 8.8.8， 那 Cloudflare 的 DNS 是 1.1.1。好，那你看起来这个是一个很棒的策略嘛？因为政府是用 ISP DNS 帮你挡下来的嘛。好，那你逻辑上我就不要用你的，我就能查了嘛。反正要查的地方有地方查，它就可以用了嘛。那这个逻辑看起来对也是对，错也好像有个地方怪怪的。那网络上通常有2大解方啊，第一个解方就是改 DNS， 第二个解方呢去安装那个 VPN 的 App。然后以及下载一个 DNS 的加速的描述档。好，那有分这2大类型。好，那我们分别会来讨论这2大类型有什么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当你的 DNS 是把它改成 8.8.8， 然后写死了。好，那如果你现在去了一个咖啡厅，或者是去了一个饭店的网路，然后他们现在大家都是不是有那个登录页，然后告诉你说隐私资讯如果是住饭店，你要填饭店的房间号码，然后你才能登录这个网页。登录完这个网页以后，你才能使用饭店的 WiFi。好，那在咖啡厅也是相同的逻辑，因为你进咖啡厅现在有很多也是需要这种会有个登录页，然后你要按一个确定，好像星巴克它也是按一个确认嘛，这样才能登录成功嘛。好，那此时你就会有点问题，因为
有的饭店品质很好，它可能会把8.8.8这种1.1.1这种 DNS 查询拦截下来做解析。当它拦截下来做解析以后，它就有办法帮它导入到它的登录页。那登录页通常是一个私有的 IP 嘛，在内网的 IP， 所以在公网上面是查不到的，所以它需要一个内部的 DNS 来做查询的动作。那你因为把它写死修改到了这种 public 的 DNS， 那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如果这个饭店的品质没有去帮你做 DNS 拦截，那你可能就会认证页面失败。那你改了嘛？你是为了小红书改的嘛？那改完了以后，经过了2-3个月跑去住饭店或者跑去咖啡厅发现你已经在咖啡厅跟饭店都不能用了，但你早已经忘记你是因为了看小红书去改了 DNS。我们这边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你要记得你有改这件事情，你把它要发现认证如果失败或跑不动，你在 WiFi 有些问题的话，记得要把它改回来。好，那这个是改的副作用。那也有一个改的工具啦，我是比较推荐不要去改手机里面这个写死的这种8.8.8，因为你很容易忘记要把它再改回来。好，那你忘记了以后，你可能就困住了。如果你不是专门的 IT 人员或者是 IT 从业人员，你一定很容易忘了想起来这个议题。所以我建议你用Cloudflare 的 App， 那我会放在这个图上面。这个 Cloudflare 这个 App 比较方便，它可以直接去查询这个 DNS。那它有2种模式一个是网页代理模式，一个是 DNS 模式。那我建议你用 DNS 模式就好。那我们会把截图把它放在这个位置。你用 DNS 模式操作，然后去连 Cloudflare， 那你发现你真的连不上了你就把它打开，用它翻个墙。好，那如果真的你用完了，记得把它随手关起来。好，那你养成随手开关。好，如果你是真的有遇到这个情境，好，那刚刚我其实也提了，它现在封锁的其实只有网页 ，APP 其实没有封锁。说真的，你用 APP 就好了，你连翻都不用翻。好，如果你真的是很困惑，你觉得你一定要用，好，那你就是去就用这种 DNS 绕过。那我推荐用 App 绕过，因为它是一个开关，对我们一般的使用者来讲，它比较人性化，比较方便一点点。那相对的，它也是利用 VPN 的机制哈。那我们前提要讲它是 VPN 的机制。好，那 VPN 的机制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接下来会提到的。好，你如何你不要随便的去下载一些免费的 VPN， 尤其大陆，如果你用大陆的 App Store 里面去搜寻 VPN， 我把它列在这里。这个 VPN 里面有很多非常非常奇怪而且不知名的 VPN。那 VPN 什么意思？就是你上网的流量都会经过这一台伺服器，你公司的邮件、你网银的登录、你内部的通讯，你都会经过这台 VPN。那如果这个 VPN 还写入了一些描述档，可以解密你的内容的话，那更危险。所以千万不要随便去装一些不知名的 VPN。如果它这是可以被稽核的，是可以名气很大的，那我是觉得还好。尤其那个越小件越不清楚的，比如说像我刚刚推荐的那个 Cloudflare， 它就有2种模式嘛，一个就是网页代理模式，一个就是DNS 模式我建议你用 DNS 模式就好。那网页代理模式就相当于它可以看得到你的一些流量。好，那最危险的一件事情一定要当一个逻辑啦，就是免费的最贵，不要去为了说政府说了要封锁你，然后你就很紧张了去弄了一个 VPN， 然后就为了要翻墙去看小红书。那我刚刚讲了，现在小红书 App 没有封，它只有封网页，所以不需要这样子搞。那也不要再去用免费的 VPN， 用一些有规模大的品牌，不要用不知名的品牌。再来是恶意的描述档，那有人可能在网络上会放一些，这是 DNS 的描述档，那我直接用 DNS 描述档放进去了，我就可以在里面直接修改好 DNS 描述档。最危险，如果你不清楚它是什么，然后如果你想要知道描述档它的用途的话，我建议你是最好找专业的人去了解这个描述档它在做什么。你很清楚了描述档的功能了以后，你再把它装起来，否则你不知道这个描述档是什么。描述档它其实是可以定义我无条件走这个 VPN， 无条件走这个 DNS， 无条件把流量收到某一个节点，那它就是很危险，你要非常的小心，就是尤其是在使用描述档。
那网络上就有很多人在介绍，哎，我用描述档可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好，那如果你不清楚也跟不知道的话，你就不要去使用它。好，我们进入第二段，我用 iPhone 就绝对安全吗？iPhone 有2个角度来看哈，就是 iPhone 的优点就是它有沙盒。哦，就是它的 APP 也有透明的机制，然后它也要做审核。好，那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比如说我是国泰世华银行，我写的这个 App， 然后我发布在Apple 的 App Store 上面，我发布在上面，我就一定是国泰世华银行的，坏人没有办法假造这个是国泰世华银行的 App。好，那这个是 App 这个 iPhone 的优点。那 iPhone 的缺点就是现在我们装完一个 App 以后，它其实都会问隐私授权，现在还多问了说，它可不可以用剪贴布啊？它可不可以扫描你的区域网路？好，那这2大的问题就是隐私权里面会给。好，那我比较推荐可以使用这个隐私权的定期查核，我们定期去检查这个隐私权。检查完这个隐私权它的状态品质了以后，比如说这个是小米的健康手环，那小米的健康手环我只要有跟它健康连线，那我就只允许小米手环的健康。好，那这个是小米的米家 App， 好，这个米家 App 它要允许去跟区域网络沟通嘛，才能跟区域网络里面的小米的家庭里面互相联系嘛，那你就得开放这个。好，那开放了你就要思考，这个小米它有没有机会去偷到我家里面的，比如说 NAS 啊，或者是图片的家里的这个电脑里面的分享的一些资料夹啊。好，那你就要思考这个问题，你要不要给他这个机会跟权利去读取你家里面的其他网络？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家里的网络是割成好几块，一个是这种智慧家庭在用的网络，一个是这种隔离网络，然后一个是去大陆的网络。好，那我是把家里的网络割成好几块，然后工作用的电脑它一定是在一个安全的区域里面。好，所以你应该要是有这种管理的概念。所以以 iPhone 来讲，它也有需要小心注意的地方，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安全区。好，那接着我们再回到小红书这个议题，我不知道观众们你们有没有想说你要下载过那个 TikTok 或者是抖音？我有国际版的 TikTok， 也有大陆版的抖音。那你要去下载它的时候，Enjoy 有一个情境就是。安卓的手机在大陆现在已经没有 Google 的 Store 可以下载了嘛？因为他们现在 Google 已经不能在那里营运了嘛，所以你就要去第三方的市场上面去下载它的档案，然后或者是透过浏览器下载，或者是用文件传输。那你要去安装安卓的 App 里面的 APK 档的时候，你如何知道它是正版的来源？它有没有人在上面做篡改？像我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在大陆有银行嘛，我就要用富邦华裔的 App， 我要去找那个 App， 我在安卓里面很难找到正版的，我都觉得这个版本怪怪的，这个供应来源不太对，甚至我都会觉得银行网站所提供的，我都觉得那个网站有没有被人家恶意在篡改过，我都有这个担心。所以安卓里面你会没有办法很有把握的知道说。我这个APK 的下载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你会产生这个疑虑跟忧虑。好，所以后来我就改了一个方法，我要解决这个大陆的这个 App 的问题嘛，那至少我把它回到 iPhone， 在 iPhone 里面所有来的来源至少都是官方的。我要去富邦华裔银行下载富邦华裔银行的 App， 它就只会有一家，不会有很多家，也不会很多个。然后我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我装的这个 App 是没有被篡改过的，或者是没有被夹带后门的。好，那相对在安卓里面，我就会觉得很担心，因为你无法审查。如果你是一般的消费者、一般的民众，你根本不知道这个 App 的安全度。好，所以像我看你现在画面上看到手机里面的列表，不管我要去抖音啊、去微信啊、好去银行的，我大陆类的 App 全部都是独立这一只手机。然后都是独立的苹果的 Apple ID 都是属于大陆版本的，好，所以这样子它就可以方便我在这一只手机上使用。那手机上面我就可以仔细的去检查我这只手机里面的隐私权设定，我不想要被它偷听我讲话，那我就可以把它的麦克风关掉。
我不想要他做什么奇怪的事情，我就可以对他做连线的限制，好，所以我可以管控到他只在一个隔离笼里面去，好，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思考，就是我是不排斥去用这种各式各样的不同的 app， 那这些 app 我会把它管制在某一个安全区里面啊，比如说这一套就是大陆的 app， 这一套全部就是属于银行的 app， 那这个银行的 app 我就在独立的一只手机里面就会是很干净的，然后这个是我做实验用的，就是我是娱乐用的，那我就会乱装，我就会有一个娱乐乱装用的手机，所以我会把它隔离成好几套，好，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数位隔离的逻辑啦，就是一个干净的手机安装，我可能是安全度高的、隐私度高的，一个是英文他们叫脏手机啊，叫做dirty phone 啊，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如果你比较不放心的，你可以把它定义成这是不放心的手机，那我就把它放在这一个区块，那这一个区块就是这一个集合，好，那个是集合这个隐私权，你可以在这个集合里面统一的去管制它，而不是我把它跟我的银行混在一起，或者跟我家用的混在一起，它要做一个核心的隔离。那实际的这个隔离其实是最干净的。好，那我的推荐是我建议使用 iPhone 来安装大陆的 app， 你比较不会装到奇怪的东西。好，那因此我们这种控制的来源比较重要，因为你不会乱拿到东西，而是可以在有安全、有规模的环境里面去拿到正版的内容。好，所以这个尤其是在中国的环境啦，那中国的环境它特别有这个现象。如果你是长期会跟大陆往来，你会装大陆的 app 的话，我建议你还是拿一支 iPhone。好，然后不要去乱装他们第三方的事情，因为它有可能就是会被重组、被加料。然后再来一个我们讲这个实践这个隔离术里面的第一个就是专用的机器。好了，举例我是大陆的手机，那我就不要放台湾的银行账号。我台湾的银行账号，我就不要放我随便下载来的游戏内容。好，这个是我们把它不要混用，就是单独使用。好，那像我去看抖音啊，去看小红书的时候，我就单独那一只手机，我就只看这个东西，它就不会跟我平常的生活混在一起。那接着就是像 iPhone， 它很多人可能以前比较早期，很多人在 jailbreak 就是越狱，那你要保持这个设定的完整性，不要去做越狱的动作，因为越狱就相当于它本来每一个 app 都是一个单独隔间的沙盒，它把这个权限扩大了。所以任何人进来，他都有最大的权限可以做事情，所以他的沙盒机制就破坏了嘛。因为原本是只有这个人才能有这把钥匙可以进去他做事，但是你把权限提升了以后，他等于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去。第二隔离术2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独立的通道，就是我家里有家里的网络，然后我这个是 NAS 有家里的电脑，然后有家里的这种电视，然后会连上网的家用设备，它是独立一区。然后我们要开一个隔离网络，这个隔离网络呢，就是你觉得这个是有风险的，你不想让它碰到我家自己的 NAS 的，那你就把它放到访客网络，让它是处于隔离的状态。好，这是两大方案啦，就是第一个就是账号跟密码，我们要把它隔离开来，然后独立，不要去 jailbreak。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专属的通道，让它去某一个区域。那如果你是企业的话，你可能要思考就是是不是有企业的专属装置。好，那如果企业无法做到有专属装置，你一定要用私人手机的话，那你可能要去装一些私人手机里面的 MDM 的产品管理，比如说它不能装小红书。好，那企业也是需要考虑这种风险的。我是不是有可能我企业的资料要放在一个加密的区块？那这个加密的区块是不会被其他 App 读取到的。那它的前提也是不能 jailbreak。好，所以我们简单整理了一下，就是你的数位安全你自己要有意识的去管理它。你要知道说，哪一些是你要分享出去的。像我家里人讲，这个你要么不是给大陆看，要么不就是给美国看。那对我来讲，那我就是给大陆看的是一块，给美国看的是一块。
好，那两边呢互不打扰、互不关系，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就是把它隔离开来。这样子对我来讲，两边互不交流是最好的。然后，尤其跟金融一块的是独立制，好，那这样是最稳最好的。好，那平台的选择的话，我优先还是，如果你有各种高风险的，还是在你需要把它管制这种隐私权，我建议你用 iOS。好，那如果你要用 Android 也不错，那你就要自己知道说去大陆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点，因为 Android 的最大问题就是大陆没有一个好的信任强度高的 market 可以提供这个安装这件事情。好，所以我建议还是有一个专用的隔离。好，那核心问题就是我们不要混用，也不要越狱，然后也不要乱连这种公众的 WiFi 或者是这种 VPN。好，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的总结呢，就是我们从连线的问题到治安的策略里面，其实就是跟大家分享说，这个从小红书开始，政府给你搞了一个 DNS 封锁。那这里面我们也分享了中间的这种平台风险，那也跟大家分享了你如果要用，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做到这样子的数位隔离。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是有帮助的。好，那我们再帮大家复习一下重点。好，小红书现在只有网页被封锁啊，如果你装个 App 其实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去装那一些有的没有的 VPN。好，那装有的没有的 VPN 是最危险的。你看这个列表，这个是有的没有的 VPN， 有够多的，这个装起来其实就是很恐怖、很危险的。好，那如果你朋友有在问，我欢迎分享这个影片给他们看，就是你不需要搞这么复杂。那我推荐建议不要再去改那个 DNS， 因为你可能某一次网络连不上，可能就是这个 DNS 遇上的问题。好，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是有帮助的。我是治安演播室的 Eric， 那我们的内容会在 YouTube 上面会有，记得订阅、按赞、分享。那在 Apple 的 Podcast 跟 Spotify 上面也有我们的节目，记得给我们5星好评。那我们下周见，拜。